1965年，新加坡独立的时候，很多人认为这个国家很难成功，它没有丰富资源，没有庞大的国内市场，甚至连未来的发展方向都不明确。但61年后的今天，这个只有600多万人口的小国，却成为全球企业、资本和人才争相涌入的城市。它拥有世界级港口、全球航空枢纽、亚洲金融中心，也是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重要节点。近日，新加坡刚刚庆祝了独立61周年，国庆庆典时隔10年重回国家体育场。今年庆典的主题叫未来无限，前进吧，新加坡。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，它精准地概括了这个国家此刻面对的问题。61年前，新加坡的问题是如何生存；61年后的今天，它面对的问题已经变成如何继续领先。因为全球经济的竞争规则正在被全方位重塑，过往61年积累的成功经验固然辉煌，却不足以自动拿到通往未来几十年的通行证。要理解新加坡未来的胜算，我们先来看看它过去61年是如何打赢第一场经济战争的。1965年独立初期，新加坡最大的硬伤就是资源匮乏与体量微小。如果按照传统国家的演进逻辑，靠内需经济必然走不通，靠资源出口更是天方夜谭。面对死局，新加坡做出了一个彻底改变命运的战略抉择，不关起门来打理小盘子，而是把整个地球当成自己的腹地。新加坡没有资源，但它可以成为连接世界的接口。从玉郎集团打造工业园区开始，新加坡开辟了前所未有的招商引资模式。它向全球跨国公司敞开大门，搭建起制度透明、效率极高、法律完备的营商环境，迅速融入全球产业链。它没有试图去成为一个依靠天然禀赋的资源型国家，而是把自己打造成了全球资本和产业流转中不可替代的关键节点。随着全球化浪潮的高歌猛进，新加坡的定位也在同步跨越。在贸易领域，它将地缘优势发挥到极致，把区域性港口升级为连接东西方的全球海运枢纽。在航空领域，樟宜机场不仅承担乘客运输，更演变为商务、投资、科技流转的亚洲综合门廊。在金融领域，新加坡凭借极其稳定的政治体系和审慎开放的监管体制，成长为全球资本配置的重镇。总结过去61年的发展轨迹，新加坡的精髓只有一条：不断提升自己在全球经济价值链中的独特性与不可替代性。正是靠着这种将节点效应发挥到极致的能力，这个小国完成了震撼世界的经济逆袭。然而，当历史的车轮驶入当下，全球经济的底层逻辑发生了剧烈动荡。过去，企业寻找的是成本优势和劳动力，现在，企业寻找的是技术能力、供应链安全和创新环境。面对这场深刻的变局，新加坡正迎来3重全新的严峻挑战与重大机遇。第一个挑战是全球制造业与供应链的重新布局。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加剧，迫使全球高端制造业加速寻找避风港与多中心布局，这恰恰给新加坡带来了高附加值产业的溢出效应。以半导体产业为例，虽然新加坡的土地和人力成本居高不下，但美光、联华电子以及应用材料等全球芯片巨头依然选择持续砸下重金，在新加坡新建高端晶圆厂与研发基地。因为新加坡竞争的从来不是低成本劳动，而是在全球高端供应链中承担不可或缺的技术与质量信任托底。第二个挑战是人工智能正在改写全球经济规则。传统工业时代，国家竞争比拼的是人口规模、土地面积和天然资源，但在 AI 时代，核心要素变成了算力架构、数据流动、算法应用以及高端人才的密度。新加坡极其清醒地认识到，作为一个小国，它不可能也不需要去复制中美等大国在通用大模型上的极度内卷，而是另辟蹊径，全力打造亚洲 AI 应用与创新落地中心。从企业智能化转型、智慧城市建设到数字政府和算力网络布局，
新加坡正试图将 AI 打造成全社会生产力的底座。第三个挑战是在全球不确定性激增的时代，小国如何保持持续增长？面对逆全球化思潮、能源结构转型以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，新加坡没有回退，而是选择通过更深度的产业升级、更有针对性的定向引资以及极其灵活的人才政策，让自身时刻处于动态进化之中。面对这些挑战，新加坡压住了4大未来赛道。第一站是 AI 时代打造新的增长引擎。新加坡不会复制其他大国的模式，它更关注如何让 AI 进入真实经济，提升企业生产效率，升级政府服务，优化城市管理，创造新产业。对新加坡来说， AI 不是一个单独产业，而是一种提升整个经济竞争力的新基础设施。第二站是半导体与先进制造。很多人认为发达经济体应该远离制造业，但新加坡选择不同。原因很简单，未来世界仍然需要芯片、精密设备、生物制造和高端工业能力。新加坡不是放弃制造业，而是从制造产品升级到掌握制造技术。全球每10颗芯片中就有约1颗产自新加坡。全球约 20% 的半导体设备产出集中于此，这个产业贡献了新加坡 GDP 的约 6%。 第三站是新一代基础设施竞争。樟宜机场第5航站楼已经在建，预计2030年代中期完工，每年可额外接待5000万人次旅客。这不是增加一个航站楼那么简单，而是提前布局未来几十年的全球连接能力。大势港正在打造全球最大的全自动化集装箱港口，采用自动化起重机和无人驾驶引导车，预计2040年全面竣工后，处理能力将比2021年增加近1倍。对新加坡而言，基础设施不是成本，而是国家竞争工具。第四站是金融与资本。新加坡的优势不仅是银行业，更包括财富管理、主权基金、家族办公室和亚洲资本市场。淡马锡控股和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 GIC 在全球资本寻找长期投资地点的时候，让新加坡成为亚洲的重要资金入口。截至2025年底，新加坡的资产管理规模已达到 6.7 万亿新元。纵观新加坡61年的发展历程，如果说有什么一以贯之的底层秘密，那就是这个国家最大的竞争力在于它从来不依赖某一项既有的优势，而是拥有极其可怕的自我重构与自我更新能力。很多国家的发展会依靠某一个优势，但问题是世界一直在变化，今天的优势如果无法升级，可能会变成明天的压力。新加坡的秘诀有3条。第一，不断升级产业结构，从制造业到电子产业，再到半导体、生物医药和 AI，不断提高自己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。第二，提前建设未来基础设施。很多地方是先出现需求再建设，但新加坡往往提前布局，樟宜 T5 和大势港都是为未来几十年的竞争做准备。第三，快速适应全球变化。过去61年，新加坡面对过亚洲金融危机、全球金融危机、疫情冲击和全球供应链调整，但每次都能调整方向。一个小国无法改变世界，但可以比世界变化更快地做出调整。2026年，新加坡在 IMD 世界竞争力排名中重回全球第一。今年第2季度 GDP 同比增长 5.7%， 超出预期，各大机构纷纷上调全年增长预期。这些数字说明，新加坡的竞争力不是靠运气，而是靠几十年如一日的战略布局。61年前，新加坡需要证明自己能够生存，今天，它需要证明自己能够持续领先。它没有大国的规模，也没有资源型国家的优势，但过去61年的经验告诉世界，一个国家真正的竞争力，不只是拥有多少资源，而是能否不断创造新的价值。从港口到机场，从制造到科技，从连接世界到参与塑造未来。新加坡的下一场经济战争已经开始。看完新加坡61年的发展故事，你觉得在全球经济格局剧烈变化的今天，
一个小国最应该压住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？是技术、人才、地理位置，还是某种更深层的东西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。